我叫林婉晴，78年生人，一个在土里刨食的农村女人。别人都说我命好，嫁了个大学生，丈夫赵志远工作体面，收入不菲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是我种地干活养活一家老小，供他上完大学，他却脚踏2条船，把我丢在家里任人欺负。女儿高烧，被他们活活烧成傻子，转手就被卖了。后来他的私生子得病，逼我儿子捐肝，他儿子活了，我儿子却没挺过来。如果有来世，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都几点了，还像个木头桩子杵在这儿？滚去做饭去，听见没？快去！妈妈，我好难受。难不成那是一场预言梦？丫丫不怕，妈妈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林婉晴，老子快饿死了！听见没？你爸都快饿死了，还不快滚去做饭！妈，丫丫病了，给我20块钱，我带她去卫生院看看。谁家孩子没个头疼脑热的？就这贱丫头金贵，非得去卫生院。林婉晴，你这个懒鬼，都几点了，饭还没做好，信不信老子抽你？爸妈，我嫁进赵家这些年，当牛做马，起早贪黑，没跟你们要过1分钱。哼，现在丫丫病了，我想要20块钱救命，你们都不给我是吗？死丫头，那些都是你该做的，还想跟我们要钱，反了天了你！我跪着求你们，求了一辈子，也没换来你们半分怜悯。好，那我就不求了。贱骨头，早去做饭不就完事儿了，非得闹这一出。你拿那玩意儿要干什么？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要么你们拿钱让我带孩子去看病，要么我先伺候你们上路，再去城里找赵志远做个了断。选吧，是给钱还是死？就这么多了。反了天了，媳妇儿敲诈姑婆了，还有没有天理啦？光知道哭有什么用？还不去打电话叫志远回来教训这个死丫头！还好你来得及时，再晚一会儿，孩子就烧傻了。丫丫，妈妈不会再让人伤害你们了。林婉晴，你还敢回来，拿农药威胁公婆，10里8乡就没出过你这样的恶婆娘。林婉晴，我爸妈年纪大了，吓坏了他们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弟弟不在家，你就是这么欺负我爸妈的？赵金凤和赵银凤从我嫁进赵家第1天起，就对我没过1天好脸色。梦里也是他们帮忙背着我卖掉了丫丫。贱人，跪下跟我爸妈道歉！松开你的脏手！你还敢反抗？志远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媳妇儿造反了，说1句顶3句，差点气死爸妈。你可真行！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，你在家欺负公婆，让亲戚朋友看笑话。今天我非得当着大家的面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赵志远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林婉晴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林婉晴，你脑子烧坏了！我们赵家是10里8乡出了名的富户，志远还是大学生，坐办公室的。当年可是你爸妈倒贴嫁妆，求着把你嫁进来的，你现在好意思提离婚？是啊，我爸妈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赵家有钱，志远工作体面，是我高攀了他，所以这么多年我一忍再忍。可是婆家再有钱，丈夫再有出息，对你无情无义，连20块钱都不舍得给你，留着有什么用？你们赵家是富户，可是这些年是谁在操持家里？赵德厚拄着拐杖下不了地，你刘翠兰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出去打牌。你们俩一来家里，连吃带拿，天天嘴一抹就走，这家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撑着。
这4年，是我洗衣做饭、下地干活，养活了你爸妈，供你上完了大学。嫁过来这4年，我从小姑娘熬成了黄脸婆，而我的好丈夫拿着我挣的钱，在城里傍大款养小三儿，连孩子都快生了。什么？志远在外面有人？这也太不像话了！林婉晴，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现在是你在家虐待公婆，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？那个女人叫何美兰，是你们公司经理的女儿，你们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。谁跟你嚼舌根的？看来我做的梦都是真的，是我太相信她了，即使听到了闲言碎语也没上心。她就这样把我当傻子糊弄了1年又1年。赵志远，你是大学生，你告诉我，重婚罪得判几年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离婚分家，孩子归我，该我的1分不能少。离婚分家，孩子归我，该我的1分不能少。这丫头真勇敢，她叫什么名字？老夫人，这丫头叫林婉晴，那真叫一个孝顺能干，地里家里一把抓。多好的姑娘，怎么摊上这么一家人？你看看你，老大不小了，也不成个家，这年头能遇上个踏实过日子的姑娘，那是福气。妈，你也说了，那要福气。你儿子要是能遇上这样的姑娘，也愿意结婚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这丫头对我脾气，她不是要离婚了吗？你去把她娶回来。妈，别开玩笑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我先送你回去。离婚就算了，你还想分钱？我嫁进赵家4年，起码替你们挣了4万。我不多要，只要1万。林婉晴，你做什么梦？离婚还想分家产？我们赵家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有2个孩子，都归我。谢勇是我家的长子嫡孙，你休想带走。放心，你还有个孙子马上要出生了。什么？离吧，你也不想闹得太难堪吧？胡闹！亲家，你可算来了，快管管你妹妹，她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小妹，离什么婚？丢人不丢人？爹妈要是还在，非得让你气死！听到没？你不嫌丢人，你哥还嫌丢人呢。哥，爸妈把我嫁到赵家，是希望我过得好。要是爸妈泉下有灵，知道我在赵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他们不会拦我的。自古以来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们家几代人就没出过离婚这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要离，就别再进林家大门。不用担心我拖累你，我就没打算回去。赵志远，你不是早就想甩掉我这个包袱了吗？怨了，离婚吧。离婚可以，要钱1分没有。不给钱，行，我这就去找何美兰，把你重婚的事情好好说说。你们是住富丽花园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还多着呢。如果何美兰知道你重婚的事情，会怎么样呢？离！现在就去民政局！离开我，你就这么高兴？高兴？我现在看见你都觉得恶心。林婉晴，你除了种地还会什么？哼，带着2个拖油瓶，离了我看谁还要你。婉晴，上车。怪不得你要离婚，原来早就找好下家了。请上车。顾怀瑾，我梦里见过他，以后会成为大老板的人，他怎么会认识我？怪不得你要离婚，原来早就找好下家了。林婉晴，你还装什么可怜？自己脏，看什么都脏。不过人家斯文体面，确实比你强100倍。你们不要脸！哼，没你不要脸。奸夫淫妇，别让我再遇见你们，不然有你们好看。你怎么就上车了？也不怕我是坏人？你是坏人吗？不是。那不得了。还没正式介绍，我叫顾怀瑾，今年32岁，大龄未婚，做点小买卖。今天我和我妈回赵家村办事，看见你在赵家跟赵家人据理力争，难怪他会认识我。
他很中意你，让我娶你回家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早年忙于读书，耽误了婚事，母亲十分着急。你嫁给我，我一定对你的孩子视如己出。他倒是实诚，可万一他妈是个恶婆婆，我岂不是刚出了赵家的火坑，又跳进顾家的狼窝？不嫁。你都说了，你妈妈相中我，那到底是你妈想娶我，还是你想娶我？都想。我和我妈都很喜欢你。我和你才刚认识呢，你又不了解我。缘分天定，若你不信，只等时间证明。你带着2个孩子回不去娘家，打算去哪儿落脚？我也不会别的，只会些庄稼把式。我打算承包几10亩地种菜。有机蔬菜是不错，我认识的那些达官贵人就喜欢这些纯天然食品。既然要做，就不必小打小闹，直接包几百亩，做出点名堂给你前夫瞧瞧。我有这个想法，可是钱不够啊。政府在大力扶持农业，钱不够，我可以帮你申请无息贷款。我还有几个叔伯在城里开酒店的，可以帮娘排销路。那我就先谢谢顾老板了。在顾怀金的建议下，我向银行贷款承包了300亩地，主打有机蔬菜。在顾怀瑾的千桥搭线下，蔬菜卖往高档酒楼，一度供不应求。2年时间，我就还清了贷款，扩大种植规模，成立了农业有限公司。老板，我去卸货。林老板，今天怎么亲自送来了？最近订单太多了，忙不过来了，我只好亲自上阵了。这天热得很，要不您进去喝杯茶歇歇？不用，我还得赶回去送下一批，你们抓紧点一点数吧。这不是林婉晴吗？当年闹离婚的时候多硬气，还以为攀上什么高枝了。原来在这儿卖菜呢。别乱动，这可是有机蔬菜，贵着呢。有机蔬菜？什么有机不有机？不就是破青菜吗？你们知不知道这小青菜多少钱1斤？顶了天卖2毛吧。林婉晴，你当初非要离婚，放着阔太太不当，跑去种地卖菜。我看你真是脑子有病，现在弄得一身泥一身土的，一个月能挣几个子儿？我就说了，你离了赵家，什么都不是。你们知道什么？老板种的这菜，还老板呢？他一个种菜的算个屁老板！一车破青菜，任凭他说出花，哼，也是破青菜。山猪吃不来细糠，跟不识货的人没必要多说。你们抓紧卸货吧。你骂谁是山猪？谁认了，谁是。我看你也就剩张嘴能逞能了。林婉晴，你当年忽然跟发了疯似的闹离婚，我们还以为你要去当富太太了，结果呢？这儿卖菜，可不是嘛？你当年多威风啊，拿农药敲诈公婆，逼着志远离婚分钱，现在混成这样，简直笑死人了。那个开车来接你的奸夫呢？怎么他养不起你，还要你出来抛头露面卖菜？起初我也怀疑梦里那些事是真假，可离了婚才看清，这一家烂人只知道怪别人，从不反省自己。咱俩都离婚了，我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志远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今天你爸60大寿，美兰孝顺，专门在5星级大酒店订了一桌大几百呢。一个种地的，这辈子怕是连这种档次的酒店门都没进过吧？还用说，看他这一身泥，人家酒店能让他进吗？林婉晴，今天是我爸60大寿，我心情好，这100块钱把你这一车菜全买了，就当给我爸庆祝生日了，不用谢。儿子，你给他钱干什么？这可是100块啊！妈，咱们得让有些人见识见识啊！志远现在升级加薪了，一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呢。有些人靠卖菜，不知道得卖多久呢。我说你们别瞎显摆了，我一个月工资都有1000块，谁看得上你们这3瓜俩枣啊？你一个月1000块，吹什么牛？一个开车的，哪个瞎了眼的老板给你发这么高工资？我发的。
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送货，最远得跑到省城，来回7、8个钟头，1000块我还嫌少了呢。好好干，公司今年赚得不错，年底分红少不了你的那份。老板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林婉晴，吹牛不打草稿，还分红？就你这卖点破青菜，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啊？哼，一个一个破青菜，林老板的有机农场名声早就传到外上去了，市里几家高档酒楼抢着要他的菜，供不应求。也就你们这些乡巴佬什么都不懂。林老板，这是这个月的货款，您点一点。这些破青菜能卖这么多钱，这得有多少啊？最低1斤3块，光这一车就是2000块。他靠卖菜能挣这么多钱？不可能！你除了种地还会什么？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帮你。是你那个奸夫是不是？他给你弄的这些花头，卖有机蔬菜专坑有钱人。你们一家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顾总是帮忙介绍了些关系不假，可我是亲眼看着老板一步步干起来的。从300亩到几千亩，育苗、沤肥、除虫，哪一样不是他手把手教我们？他那手种菜的本事，连农技站的技术员都服气。哼，就凭她一个农村妇女，能想出这主意来，反正我是不信。志远，你不是说先送你爸妈回去吗？怎么还没走？这个女人又是谁？没谁，就一个卖菜的。你跟卖菜店能聊上？我才不信！说，他是谁？哎呦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就是何美兰，听说她脾气大得很，要是知道自己是小三上位，不知道得气成什么样。我跟志远的关系可亲近着呢。林婉晴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！美兰，这就是我们跟你提过的那个，一直对志远死缠烂打。你放心，志远压根儿没瞧上他。原来就是你这个，你明知道志远有老婆，还缠着志远不放，你要不要脸？我明白了，赵家人怕重婚的事败露，恐怕早就在他面前打了预防针，不知道把我抹黑成了什么样。你骂谁呢？林老板是什么样的人物，能看上他一个小职员？他是什么人物？一个种菜的，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你是酒店主管后勤的张主任？你认识我？张主任，不是我，是我妈认识您。我妈是原来外贸部的刘凤霞啊。原来是刘经理的女儿。看在刘经理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你们刚才那些话，往小了说是污蔑，往大了说是诽谤。林老板要是计较起来，你是要坐牢的。就算他有钱又怎样？一个女人惦记别人的老公，就是……我惦记你老公？那你可弄清楚了，到底是谁惦记谁的老公？就是，论先来后到，我们老板才是正儿八经的大房，你被人耍得团团转，还帮人数钱呢。什么大房？志远，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胡说八道呢，美兰，我跟他真没什么关系。弟妹呀，我们不是早跟你说过了，他就是想拆散你和志远，你千万别听他的。真的？刘经理怎么生出了你这么蠢的女儿？听风就是雨，你也不想想，人家林老板难道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，就为了诬陷你老公？图什么？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啊！你嘴里没个把门的。志远现在日子刚好过点儿，你想给他毁了？你们俩当姐姐的，一个比一个糊涂。以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人家林老板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是你们能得罪得起的吗？林老板，以前的事千错万错都是我们赵家的错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林老板赔不是？林老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嘴贱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林老板，是我们胡说八道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对对对，您大人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回。他也是被赵志远骗的，要是自欺欺人能让他好受点儿，就让他糊涂着吧。你拉我干什么？那个女的到底是谁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就是个卖菜的。卖菜的能让张主任替他说话？你真拿我当傻子了？美兰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志远。那个女人叫林婉晴，是我们村里的。她以前在村里的时候就死缠烂打，志远压根儿没正眼瞧过她。对，他每次见到我就恨不得往我身上贴。后来她嫁不出去，就记恨上志远了。她现在不知道傍上了谁，有了几个臭钱，连大脚店的人都替她撑腰。美兰，她这是要报复咱们家啊！你千万别上当。原来是这样，一个乡下来的，也不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，还敢惦记我老公！下次再让我碰见，我非得撕烂他的嘴！我们大老远来一趟，他竟然让我们睡杂货间，这是什么儿媳妇？就是，连个像样的宾馆都不给订，太小气了。哪像以前林婉晴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到家就有热饭热菜，床铺得整整齐齐。可不是嘛，他惯会照顾人，没想到还这么能挣钱。早知道他能开那么大个农场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志远把婚离了，不就是20块钱吗？给他就给他。马后炮！你们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们说，能不能让志远休了何美兰，再把林婉晴娶回来？不能吧？林婉晴跟咱们闹成那样了，哪能回来？志远和他还有2个孩子呢。我了解他那个人，心软重感情，说不准能成。小声点，美兰刚睡下，让她听见怎么办？听见就听见，他做的这叫什么事儿？我们是他公婆，不是叫花子。行了妈，少说2句。美兰最近正过千桥搭线，认识大老板呢，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得罪他。什么大老板？省城首富顾怀金，听说他妈也是咱们赵家村出来的，美兰托了好几层关系，才弄到一张请帖。过几天就是老太太的60寿宴，要是能搭上这条线，你儿子以后就飞黄腾达了。爸，再委屈您几天，等儿子有出息了，你想换几个儿媳妇都行，不懂事就换，换到您满意为止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儿子有本事，爸等着这一天呢。婉晴，嫁给我吧。这3年什么都变了，我的农场从300亩扩到了3000亩，他也像梦里那样成了省城的首富。唯独这件事，他还是不肯放弃。怀瑾，你是个好男人，你这几年帮我那么多，我心里都有数。可是万一他日后变了心，对我的孩子不好呢？还是算了吧。但是我们真不合适，你别在我身上耽误功夫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呢？等我把孩子养大再说吧。行，我等你，不管要多久。下个月我妈60大寿，在城里酒店订了10几桌，来的都是亲戚朋友。她念叨你多少回了，你一定要来。我和伯母见过几面，可是每次见面她都太过热情，实在让我有些吃不消。我知道你有些怕见我妈，但是我妈身体不好，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还望你给个面子。你要这么说，我非去不可了。看见那边没有？那是宋总！天哪，没想到能在这儿到他。旁边那个更厉害，郑主任，省里下来的。美兰，这么多大人物，我有点紧张。慌什么？这请帖是我妈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来的，你给我打起精神，别丢了我妈的脸。你放心，
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又是你，你竟然还敢追到这种地方来！你脸皮可真够厚的，志远拒绝你多少次了，你竟然还追到这里来了！何美兰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我来这里赴宴，你又是来这儿干嘛？赴宴？我都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拿到的请柬，你一个卖菜的有什么资格赴宴？别装了，你就是冲着我老公来的！你真当我好欺负是不是？看我不打！蠢货，那种烂人送我都不要，你在这儿发什么疯？你敢推我！你个小三还敢推我！大家来评评理。这是谁家带来的？在顾老奶奶寿宴上闹成什么体统？不认识，看着挺凶悍的。这个女人明知道我老公有家室，还一直对我老公死缠烂打，这都追到这儿来了。美兰，别说了，这么多人看着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？你跟她是不是真有一腿？这姑娘看着有点眼熟啊，经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在顾家见过。该不会是那位顾老夫人钦点的儿媳妇吧？你说我对她死缠烂打，她就这么跟你说的？赵志远当年跪在床边给我洗脚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嘴脸，抱着我的脚一口一个心肝宝贝，那叫一个亲热。赵志远最会哄人，人前装的一本正经，关上门甜言蜜语跟不要钱似的。以前我就是被他这副嘴脸糊弄了，心甘情愿给他们家当奴才。你信口雌黄，没想到你为了挑拨离间，竟然连这种肮脏话也编得出口。编？他配吗？你不信是吧？我想想看，他腰上好像有个胎记吧，应该有拳头大小。美兰，他说不定是以前偷看了我洗澡。也有道理，大男人光膀子再正常不过了。你个烂嘴的婊子，敢造我老公的谣，我今天非给你个教训不可！大老远就听见这儿吵吵嚷嚷，原来是有蠢货在闹事。放开我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哼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一个被男人骗得团团转，搞不清楚状况的蠢货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老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惊扰您了，一点小事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傻孩子，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，我能看着旁人往你身上泼脏水？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认识你老公，是叫赵志远吧？那你又知不知道，婉晴当年和你丈夫赵志远是正儿八经拜过天地、领过证的合法夫妻？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！志远说过他之前没谈过对象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他连上大学都是婉晴供出来的。他们结婚4年，婉晴在家种地喂猪，伺候他那对难缠的爹娘，还给他生了1儿1女。而赵志远仗着当年两地户籍不合通，在县里跟婉晴领了证，转头又在城里装单身跟你结婚。论先来后到，你才是小三儿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说谎！空口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和我儿子就是证据。当年他们俩闹离婚的时候，我正好回赵家村办事，是非对错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赵志远，你说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美兰，你相信我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这么多人帮着他一起胡说八道，你真把我当傻子了？赵志远，这些年你把我骗得好苦。美兰，我是被逼的。当年是他赖上我，现在又傍上了有钱人，联合起来整我。哼，这对奸夫淫妇没安好心。你这张嘴真能编。你们到底是来贺寿的，还是来找茬的？在顾老太太的寿宴上闹成这样，你们是故意来砸场子的吧？我正要请顾总出来评评理。顾总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明事理，讲公道，绝不会纵容这种狗在这儿信口雌黄。你要找顾总评理，他就是顾怀金，你不认识？他油头粉面的，能是什么大人物？你们来参加顾老太太的寿宴，连主人家都不认得。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，就是省城首富顾怀瑾，顾总。他是首富？他怎么可能是首富？你们连我儿子都不认识，请帖怎么来的？你们混进来打的什么主意？是不是想进来闹事？不说清楚，我现在就报警！别！误会！我们是来贺寿的。美兰，请帖是你妈弄来的，你快跟他们说清楚。就他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捣乱，多半是来蹭脸熟、攀关系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妈是外贸部的刘凤霞，请帖是我妈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拿到的，轮得到你说3道4？刘凤霞，我知道，办事挺周全的一个人，怎么养出这么个糊涂女儿？你今天把顾家上下得罪了个遍，回去问问你母亲，这算攀交情还是结仇？顾总，是我眼瞎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可顾总，您千万别被这女人骗了。林婉晴在我们村名声就不好，以前趁我不在家，她当着我的面还敢胡编乱造！儿子，愣着干什么？揍他！打得好！我看见他这种烂人就来气，再给他几巴掌。别打了，顾总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这一拳打你嘴里不干不净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一拳打你忘恩负义，造谣生事。给我向婉婷道歉。对不起，婉晴，都是我嘴贱，你让顾总放过我吧。我以为老太太的说认定我，只是一句场面话，没想到她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替我做主。大声点，没吃饭吗？怀瑾，够了！今天是老夫人的好日子，别让这种人败了兴致。哪能呢？老太太我看得可高兴了。接着打，这小子就是欠揍，2年前我就想打他了。伯母，您还叫好呢？怎么，心疼你前夫了？我心疼他。怀瑾的手都打红了，您不心疼自己儿子，我还心疼呢。儿子，儿子听手吧。妈，不打了。傻小子，婉晴答应你了，妈这口恶气也出够了。行了，叫警察来吧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你打了人还要报警？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喂，陈队，我是顾怀瑾。婉晴，你刚才的意思是你终于答应我了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你和伯母这么护着我，我再不答应也太不知好歹了。婉晴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要是为了报恩，那就不必了。我替你出头，是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欺负你。
不是要你拿自己来还人情。怀吉要娶你，是他真心喜欢你，你也要真心喜欢他才行。伯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愿意的，我就是太高兴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以前在赵家，从没人这样护过我。傻孩子，你放心，往后妈护着你。不用我妈说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喂，陈队，我这儿有人混进寿宴闹事，你带人过来一趟。你打了人还要报警？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你打了人还要报警？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我顾怀瑾做生意这么多年，向来踪迹守法。你不请自来，又动手在先，是你咎由自取。这里是顾家包定的场子，你非法闯入私人宴会，顾总出手是制止你闹事，顶多算正当防卫。要是我们几个都愿意作证，是你先动的手，你说警察信谁？你们仗势欺人，我不服！喂，王总，你们公司有个叫赵志远的职员，在我母亲寿宴上闹事，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王总，你怎么会有王总电话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个骗子，还有什么脸在这儿嚷嚷？顾总，我跟我妈也是被他蒙在鼓里的。行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和你妈既然不知情，自己回去把人看清楚就行。美兰，老夫人，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啊！顾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能有这么好的儿媳妇，老夫人好福气呀！多谢各位了，你们自便吃好喝好。我先带孩子们进去说几句话。怀瑾、婉晴，你们跟我来。婉晴，过来，到我身边来。2年前我在村口第一眼看见你，就知道你是我要的儿媳妇。这一天，我等了整整2年了。伯母，对不起。当时怀瑾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您在开玩笑。毕竟哪有人只见过一面就求婚的？傻孩子，缘分这东西哪讲道理？不过你说的也对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怀瑾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婉晴戴上。我这老婆子眼神好着呢，一眼就认准了，错不了。当年我在赵家门口听得清楚楚，你供人上学，伺候公婆，有情有义，知道老公出轨，该离婚就离婚，该争就争，一点不含糊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脾气。今天事情仓促，我给你准备东西啊，都在家里，身边就带了一条项链，是早上人家送的，你别嫌弃。伯母，这太贵重了，别跟我客气。我这个人直来直去，不兴推推让让那一套，给你就拿着，傻儿子还愣着干什么？给婉晴戴上。哎呦，我儿媳妇戴着小钻石真好看，改明儿让怀瑾再给你买几条。嫁到赵家的第2天，因为我没能早起给他们做饭，赵德厚就把我臭骂了一顿。原来这世上不是所有公婆都是坏人。妈，妈，你叫我什么？妈，您不是说认定我是您儿媳妇了吗？好孩子，能在闭眼之前听见你叫我一声妈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妈，您别说这种话。
以后我和怀瑾有了孩子，还得您帮忙搭把手呢。我倒是想，可我就怕这身子不争气呀。妈，您别着急，现在医学一天一个样。今年不成，明年兴许就有新办法了。怀瑾，咱们再多找几个专家问问，国内不行就去外打听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咱们一定要把妈的病治好。好，我听婉晴的，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。拖一天是一天，不急。我急的是你们俩，趁我还能动弹，把婚结了，让我喝上媳妇茶，我就什么遗憾都没了。妈，我会尽快安排婚事的。好，好，那我就等着喝这杯茶了。我现在就给秘书打电话，让他去联系最好的婚庆公司。你还怪我？你妈不是说那请帖十拿九稳吗？结果呢？连顾怀民是谁都不知道，就领着我去丢人。现在好，工作丢了，脸也丢光了，老子真是上了你的当了！你还有脸骂我妈？是你自己脚踩两条船，老家有老婆有孩子，跑来骗我，让我当了小三儿，你就该去死！你当初看上的不就是我对你好？这些年我哪样没顺着你？现在嫌我骗你了？追老娘的人多了去了，是你花言巧语，老娘怎么会上当？什么？天赐怎么了？喂，我是他妈。什么？我儿子肝衰竭。愣着干什么？去医院！大夫，我儿子到底怎么了？孩子先天性胆道闭锁，这种病逐渐引起了肝侵化和肝功能衰竭，情况已经很严重了。你们做家长的心也太大了，怎么到现在才发现？大夫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！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治。想要彻底治愈，只有肝脂移植一条路。我们才出门一会儿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是不是保姆干的？都说了是天天性，娘胎里带来的，以前是你们没发现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搞错了？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要是不信，明天就去省城复查。大夫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您说这病怎么治？发现的太晚了，通常出生后60条内就得做手术，现在孩子已经肝硬化，只能做肝移植了。换肝那得多少钱啊？大夫，不管花多少都治。我能不能把我的肝捐给他？只要配型能配上，这当然是可以的。不过手术费用不是个小数目，至少得准备20万。你们要尽快准备好。20万？我们上哪儿能弄那么多钱啊？20万啊！美兰，医生说了，这孩子是娘胎里带的病，治不好不如什么？不如就算了，反正咱们还年轻，以后还能再生。赵志远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天赐是你亲儿子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咱们哪有20万，救人也要量力而行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你是不是想把钱省下来留给那两个小杂种？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回去找那个姓林的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就是拿不出20万啊！我不管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治好天赐。美兰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你花钱一直都大手大脚，咱们又刚换了房子，兜里是一点存款都没有了。何况我现在还丢了工作，孩子就算能好治好，以后怎么办？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咱们没钱，可有人有钱。你意思是找你妈要？可你爹现在不是看得紧吗？我说的是你前妻。咱们和他闹那么僵，还指望跟他借钱？做梦呢！不是借钱，是借他的名字用用。借他的名字？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不是有机蔬菜的大老板吗？
省城首富又给他撑腰，名声响得很。咱们就用他的名头，说顾氏集团和他的农场扩大规模，搞出口蔬菜基地，面向乡亲们集资入股，投1000返1万，按月分红。这不是诈骗吗？嘘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要钱？要是干得好，可不只是20万。可是，诈骗是要坐牢的。你放心，不用咱们亲自出面，你去找你们村里那几个爱传话的，把消息散出去就行。你前妻那个脑子，等他发现，咱们早拿钱走人了。那万一闹大了？闹大了又怎样？他还能报警抓你？你是他2个孩子的亲爹，你就咬死说是他指使你的，到时候他自然要替你坐牢。林婉清害我丢了工作，我也不能让她好过。喂，婉晴，这2天有人在你家那边打着你的名义在集资诈骗啊！赵志远和何美兰吧？你怎么这么确定？除了他，我也没有别的仇人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我已经托人去赵家村查了，一有消息就通知你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37000，38000，美兰，你猜这半个月咱们收了多少钱？多少？263000！天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来钱也太快了！没想到林婉晴和顾怀瑾的招牌这么管用。哼，那些乡巴佬一听是顾氏集团的项目，抢着往咱们这儿送钱。还是你聪明，想出这个法子。这下天赐的手术费有着落了。我行李收拾好了，明天就带天赐座去省城转飞机。我不信国内的医生，还是去国外踏实。这么快就想丢下老公跑路了？看来你们夫妻的感情也不怎么样嘛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想到你也这么蠢。诈骗用的是我的名字没错，可出面收钱的是谁？跟乡亲们拍胸脯担保的是谁？白纸黑字写收条的又是谁？不是他何美兰，是你赵志远。警察来了，第一个抓的也是你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说话！是又怎么样？以前你装单身骗我嫁给你，现在我为了给儿子治病骗你下海，我们扯平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用不着你夸我，我本来想把你和赵志远一起坑进去的。从头到尾，我都没有针对过你，你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敌意？凭什么你儿子健健康康，享着荣华富贵，我儿子一出生就得了这种病，还要受苦挨刀子？现在是你们赢了，算你了不起。可那又怎样？赵志远宁可跟我合伙骗钱，也没想过回头求你，一辈子都是个没人要的弃妇。你说我是弃妇？离婚是我主动提的，是我不要他。至于你，我让你好好看看他的真面目。你们这回骗了20多万，按刑法，主犯至少判5年。你们俩到底谁是主犯？是他，全是他的主意。我早说了这事儿不能干，都是他逼我的。我就是个跑腿的。我逼你，明明是你自己也心动了。婉晴，你信我，真是他逼的。他非要救那个孩子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说他是主犯，你怎么证明？打他几个耳光，我就信你是被逼的。够了吧，顾总，你现在信我了吧？赵志远，你好样的！当初瞎了眼才信了你。你们等着，
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报警吧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赵德厚和刘翠兰知道消息之后，跪在我面前求我，我没有理他们。毕竟，我当年跪下来求他们救我女儿的时候，他们也没理我。案子证据确凿，判得很快。赵志远、何美兰因做了不合规矩的事，受到严厉惩罚。听说刘翠兰卖了房子替儿子还债，赵金凤和赵银凤早就跟娘家断了来往。老两口带着一个病孩子，到处求人，没有人愿意伸手。而我在霜雪落尽后，终于迎来了晴天。往中间点儿，把我儿媳拍得漂漂亮的。婉晴，我爱你。